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微博、Facebook 或者是我的哔哩哔哩的 account 的人呢，应该有发现到我就有 post 了关于我这家 MacBook Pro 的电池膨胀的影片和照片。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一个呢是已经修好了的。那么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通过一些小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电池有问题，以及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申浩，一个喜欢 Apple 产品的 KOL。如果你对 MacBook、iPad、iPhone 这一类的苹果产品的使用技巧或者是它的资讯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申浩 TV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影片发布的通知。我就来跟你分享我是如何发现到它的 battery 膨胀的事情首先那一天呢，我就带我的车去修理。我的车呢可能花几个小时来修，我就带我的 MacBook Pro 去那边做一些事情。交了锁匙过后，我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把 MacBook Pro 摆上桌子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为什么这个桌子不平，因为我在按着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左右会摇摆。我相信到这里呢，你应该就发现到这 MacBook 应该有问题了吧？那时候，可是我可以跟你讲的就是，我真的是忽略了，我完完全全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当然到最后我还是有发现到了，因为我在上一集呢，我就有做到一个关于 MacBook Pro 的 battery 有问题，然后 Apple 回收这些东西的相关报道，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耳热了。除了这个桌面不平的这个事情还有一些小细节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到的。我在发现这个 battery 膨胀之前呢，我这个荧幕它突然间会多了两条线。这两条线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不小心刮到的，因为我怎么擦都没有办法消除，因为它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直接忽略了。我在按这个 keyboard 的时候有些好像不太 sensitive 我按了好像没有按到这样，用力一点按才可以。可是这个我也真的是忽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trackpad， 它跟我买回来的那一个时候呢，那个触感就变成不一样了，感觉不能够很正确的这样按下去，好像不会有哒哒哒的声音。这些小细节呢，我真的是觉得大家要先注意一下因为你忽略了，真的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在发现了这个 battery 膨胀过后呢，第二天我就拿去修了。那么我到底换了什么？他就给我换了这个 screen， 然后电池一定有换然后他也给我换了这个 keyboard， 然后也给我换了这个 casing， 因为它膨胀了，然后他也给我换了这一个 trackpad。这里我就要提醒大家在买 Apple 产品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可以买它的 Apple Care 或者 Apple Care Plus， 基本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它是会跟你换的，而且是免费。所以我相信如果没有买的话基本上这些维修的东西，你可以买多一架新的 MacBook Pro。还好我有买 Apple Care，Apple Care 其实真的不贵，可以的话一定要买。还有一个小 bonus在我买这家 MacBook Pro 的时候呢，它的 keyboard 呢是 Butterfly 的第一个 version， 然后最近呢它出了应该是第3的 version， 改版了很多，触感也很好。所以我在换的时候呢，它给我一个最新的那个 keyboard，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蛮 lucky 的吧。那真的触感真的很不错。所以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经验啦。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欢迎你给我个赞，也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就避免发生类似像我这样子呆过了几个月过后才拿去修。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你对这个影片有什么感觉的话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么我是申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